58岁江山近况曝光，白发多了，走路慢了。从国民女神到今天，她到底经历了什么？2026年8月，有网友在剧院附近偶遇了58岁的江山，镜头里的她和很多人记忆中的样子已经有了明显不同，头发花白，身形比年轻时圆润了不少，穿着简单的短袖和长裤，没有明星出街时精心设计的妆容，也没有前呼后拥的工作人员。演出结束之后，她慢慢从剧场走出来，有网友注意到她走路的速度已经不像年轻时那么轻快，整个人看起来有些疲惫。随后一些网络文章甚至用胖到160斤、没有单位、没有退休金、身家过亿还在为女儿操心等标题来形容她现在的生活。这些说法究竟有多少能够得到证实，我们暂且不下结论。但有一点是真的，曾经那个在过把瘾里让无数观众念念不忘的杜梅确实已经58岁了。岁月没有因为她曾经是国民女神就对她格外手下留情。可如果只是因为几张近照就把江山今天的状态理解成晚景凄凉，可能又把她的人生看得太简单了。因为回头看江山这30多年，你会发现她的人生似乎一直都在做同一件事，在稳定和自由之间，她一次又一次选择了后者。江山出生于1967年，她从小就接触艺术，后来考入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1991年毕业之后，江山迎来了一个在那个年代很多演员梦寐以求的机会，进入专业艺术院团工作。对于上世纪90年代的年轻人来说，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稳定的工作，意味着相对明确的职业道路，也意味着一整套令人安心的生活保障。如果按照这条路一直走下去，江山的人生或许会非常稳定。可是他偏偏不是一个愿意按照别人规划好的路线走到底的人。当新的演艺机会摆在面前时，他选择离开原本相对稳定的环境，开始独自闯荡。现在回头看，这个决定几乎影响了他之后几十年的人生。有人觉得他大胆，也有人觉得他当年太任性。可江山自己似乎一直很清楚，他想要的从来不只是一个安稳的位置，他想做演员，而且想按照自己的方式做演员。真正让全国观众认识江山的是过把瘾。90年代初，过把瘾播出之后迅速走红，江山饰演的杜梅漂亮、倔强、敏感又敢爱敢恨。她和王志文之间那种既相爱又互相折磨的感情，让很多观众第一次意识到，原来电视剧里的爱情可以拍得这么真实。那时候没有短视频，没有热搜，也没有今天铺天盖地的营销。一部电视剧火不火，看的是第二天办公室里有没有人讨论，看的是一家人晚上会不会准时坐到电视机前。而过把瘾做到了，江山也因此成为那个年代最有辨识度的女演员之一。更让人意外的是，她不仅会演戏，还会唱歌。梦里水乡走红之后，很多人甚至一度忘了她首先是一名演员。温柔的声音，清新的形象，再加上荧幕上极具辨识度的表演，江山很快成为90年代很多观众心中的白月光。如果他愿意趁着最红的时候疯狂接戏、接广告、上节目，他完全可以走另外一条商业化程度更高的道路。但江山没有这么做，他对作品一直比较挑，不喜欢的角色不接，觉得重复的东西也尽量不演。这让他没有变成那种常年霸占娱乐新闻头条的明星，却让演员江山这个名字留了下来。事业之外，江山的人生还有一个绕不开的名字，高曙光。两个人因为拍戏相识，后来从戏里的搭档变成了生活中的夫妻。女儿高一星出生之后，他们也曾经拥有过一段非常幸福的家庭生活。可是演员这个职业，有时候最大的敌人不是感情，而是时间。一个人在这个剧组，一个人在另一个城市，今天见面，明天分别。1年下来，真正一家3口坐在一起吃饭的时间，可能并没有外人想象的那么多。随着时间推移，两个人之间的生活节奏越来越不同，最终在2003年前后，这段婚姻走到了终点。值得一提的是，两个人分开之后，并没有像娱乐圈一些夫妻那样互相指责。江山主要照顾女儿，高曙光也继续参与女儿的成长。对他们来说，夫妻关系结束了，但父母的身份没有结束。而离婚之后，江山人生的重心也开始发生变化。对于江山来说，女儿高以星的重要程度可能远远超过外界的想象。在事业依然不错的时候，他曾经把大量时间留给女儿。后来母女两人在海外生活的经历也经常被媒体提起。为什么？因为江山似乎一直对女儿有一种补偿心理。演员这个职业让他错过了很多普通母亲可以陪伴孩子的时间，而婚姻的结束又让他更加希望女儿能够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中成长。
于是，当很多演员还在拼命抓住黄金年龄拍戏的时候，江山反而减少了部分工作，从一个全国观众熟悉的女明星，变成一个接送孩子、陪伴孩子生活的普通母亲。这一步其实和她年轻时放弃稳定工作的选择非常相似。别人觉得最重要的东西，她不一定觉得重要。年轻的时候，她为了事业选择自由；成为母亲之后，她又愿意为了女儿暂时放慢事业。如今，高艺兴已经长大，网络上有文章称，她没有选择进入娱乐圈，而是拥有自己的生活和事业方向。至于所谓江山为了女儿的婚姻大事操碎了心，四处托朋友介绍对象等说法，目前更多来自娱乐文章的描述。但这种故事为什么特别容易引起共鸣？因为它击中了很多中国父母共同面对的问题。孩子小时候，父母担心学习；长大以后担心工作，工作稳定了，又开始担心感情和婚姻。哪怕父母自己事业成功，经济条件优越，也很难替成年子女决定感情。所以网上才会出现那句很扎心的话：钱可以买房子，却买不到真正合适的感情。不过换一个角度看，如果女儿拥有独立选择自己人生的能力，也许这恰恰是江山这些年教育最大的成果。毕竟江山自己这一生不也是这么过来的吗？他年轻时不愿意别人替自己决定人生，那么今天他或许也必须学会接受女儿拥有同样的权利。这一点可能比催婚本身更值得讨论。而江山自己的感情生活也在多年之后迎来了新的归宿，田小杰进入了他的生活。田小杰比江山小2岁，同样是一名演员。他不是娱乐圈里特别喜欢制造话题的类型，更多时候都是安安静静拍戏。两个人走到一起之后，也一直非常低调，没有铺天盖地的秀恩爱，也很少拿家庭生活出来炒作。对经历过一次婚姻的江山来说，可能这种平静反而更加珍贵。年轻的时候，人们谈爱情总觉得一定要轰轰烈烈，可到了50岁之后才会发现，有人陪你吃饭，有人知道你什么时候累了，有人愿意接受你的过去和你的家人，这可能就是另一种浪漫。再回到江山现在的状态，这些年他并没有彻底退出舞台，相反，他依然参加话剧和舞台作品的演出。德林与慈禧等作品的舞台演出，也让不少年轻观众重新认识了江山。影视剧可以重拍，镜头可以重新调整，状态不好可以休息之后再来，但话剧不一样，大幕拉开的那一刻，演员就没有退路，2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台词、走位、情绪、节奏全部必须在现场完成。对于一个接近60岁的演员来说，这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所以当网友拍到他演出结束之后满脸疲惫、走路缓慢时，有人说江山真的老了。这句话当然没错，他当然老了。1967年出生的人怎么可能永远保持20多岁的样子？真正奇怪的不是江山老了，而是我们已经习惯了要求女明星不许老。头发白了就说状态差，身材圆润了就说身材管理失败，脸上出现皱纹又开始怀念她年轻时候的照片。可是如果一个58岁的演员仍然能够站在舞台上把2个小时的角色完整演下来，那么评价他的时候，最重要的真的应该是体重和白头发吗？至于网络上流传的没有单位、没有退休金，甚至身家过亿等说法，我们很难仅凭娱乐文章给出准确判断。但这些标签放在江山身上，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有没有退休金，不等于一个人的晚年是否幸福，有多少钱，也不能直接决定一个人有没有安全感。江山真正特别的地方，是他这一辈子的很多关键选择，看起来都不那么划算。年轻时有稳定，他不要；最红的时候有机会疯狂赚钱，他没有完全走那条路。成为母亲之后，事业正盛，他又愿意把时间留给女儿。到了现在，很多同龄艺人开始直播带货，频繁参加综艺，他还是愿意回到剧场。后台可能没有豪华休息室，演出结束也可能累得一句话都不想说，可大幕拉开以后，他还是演员江山。所以看到今天满头白发的江山，我们到底应该替他惋惜吗？我倒觉得未必。过把瘾已经过去30多年，当年那个漂亮、倔强、敢爱敢恨的杜梅，当然不可能永远停留在电视机里。江山也从年轻女孩变成了妻子、母亲，再变成今天接近60岁的演员。她经历过走红，经历过婚姻结束，也经历过事业的起起伏伏。她曾经选择离开稳定，也曾经为了女儿放慢自己的脚步。现在她头发白了，身材变了，走路也不像年轻时那么快了，但她依然可以站在舞台上，灯光亮起的时候，她还是那个演员。
也许这才是江山今天真正值得关注的地方，不是胖到多少斤，不是到底有没有退休金，也不是所谓身家到底有几个亿，而是一个58岁的女人，在经历了人生这么多选择之后，依然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年轻的时候，她选择自由；成为母亲之后，她选择陪伴；到了今天，她选择继续演戏。有人会觉得这样的人生不够精明，也有人会觉得这恰恰是一种难得的清醒。至于女儿什么时候结婚，江山到底有没有为此着急，也许最终还是应该交给他们母女自己。毕竟江山用大半辈子证明了一件事，人生最重要的从来不是按照别人认为正确的方式活着，而是在每一次选择之后，愿意承担那个选择带来的结果。从过把瘾的杜梅到今天舞台上的江山，30多年过去了，容貌会改变，年龄会增长，掌声也终有一天会散去。但一个演员真正能够留下来的，从来不是她年轻时候有多漂亮，而是很多年以后，当她再次站上舞台的时候，还有人愿意买票坐在台下看她把一个故事讲完。这或许已经比所谓的身家过亿更有意义。那么你觉得58岁的江山如今算不算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如果是你，在稳定和自由之间又会怎么选择？